Oh, hi there. 我昨天晚上跟几个 ex-coworker 去吃了顿饭，聊了个天儿。这个饭吃了快要6个小时，聊的内容呢80%都是关于以前的工作和他们现在的工作经历的事情。回来以后 leave me feeling quite uneasy， 就是整个一个五味杂陈的感觉，说不清道不妙。这个感觉一直到今天早上都还 lingering， 所以我早上泡了杯咖啡，就在读有一个我喜欢的博主他写的一些关于跟 Fire 同学聊天的 coffee chat， 读了2个 post 下来，我觉得很有共鸣，也让我的整个这个 tension 放开了很多，所以我今天就想跟你们 share 一下这些 post， 还有一些退休感想吧。这个视频应该不会很长，但是应该会比较治愈。第一个帖子叫从大厂辞职到新加坡，他在半躺平中找到了自由。帖子的开始是这样写的，他说逃离大厂终点不是高薪，而是自由。高压工作最大的恶就是让你没有心力去关心人生里真正重要的事儿。这个小姐姐之前是在中国的大厂工作，但是她发现国内的职场环境下高压、末位淘汰、办公室政治，让大部分人下班以后就只剩一口气可以刷刷短视频，而没有心力去 prioritize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身体健康，比如亲密关系，比如甚至花点时间研究下自己的投资组合。并且小姐姐发现她并不羡慕她上级的生活状态，也就是说在这条轨迹上她的未来 is not something she's looking forward to。 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韩剧，它是讲一些韩国人在职场中的状态，有8个字儿，我觉得特别能够 summarize， 就是自卑敏感，活人微死。身边的很多同事都是这样，他们已经看清楚了，并且接受和认命了，知道职场就是这样。但是还有那么一小部分同事，也跟从前的我很像，争着那一口气，争一个公平。那这种状态就会比较累，因为当你看到那么多不公平对待的事情，就会很气愤。想到这儿就觉得挺累的。现在的我算是人生半熟吧，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身体健康。第二个就是跟你在乎并且在乎你的人维持好你们的亲密关系。第三就是看好你的投资组合，这些也是我觉得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做的事情，反而让我少赚了很多钱。回到这个小姐姐的 post， 小姐姐和男朋友制定了一个轮流自由的计划，一个人稳定工作，另外一个人可以 gap 探索和体验，隔一段时间再轮换，这样2个人都不会被困住。这一点我也超级有共鸣。Corporate life 就像是一场设计精巧的 rat race， 少数的叔叔可以乐此不疲玩一辈子，而更多的叔叔差不多跑了5到10年以后就已经一身伤痕，并开始思考这样子的 ROI 和意义。但叔叔一旦疲惫，一旦开始思考，就可能会被这种资本主义无情的淘汰。但很多人还是对上班领工资有一种 false sense of security。离开光环之后，焦虑也是真实的。小姐姐坦言，离开大厂确实有时候会有落差感，比如每年看到同事晒晒年终奖、晒旅游，心里就会有一点波动。但她也想得很清楚，既然想逃离大厂的恶，就不能还要求享受它的好。深感共鸣。小姐姐的办法是对冲，那她一开始就做一些她想做，但是在大厂卷的时候没办法做的事儿，比如时间自由，比如可以关注自己的健康，开始普拉提、游泳、健身、看书，甚至走到公园发呆，或者是跟各种不一样的人 coffee chat。 其实我刚离开大厂的时候，每个月的收入从几万变成了不到100，那个落差虽然有投资有 passive income， 但是跟主动收入感觉是不一样的。那个 security 的感觉有可能是 false sense of security， 但是就觉得主动收入更有控制权一些，所以主动收入变得那么少。前6个月我确实是有一些 lost， 但是后来咱们这个频道现在稍微有一点点 hope 和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， 我就觉得全身又有劲儿了起来，特别有干劲儿。除了赚钱以外，我现在 after a year and half of leaving corporate， 我终于可以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，慢慢的过生活了。我最近买了一个 spa， 就是放在后院可以有 bubble bath 的那种。现在录制场景就是我的后院。我3、4年前刚搬来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在梦想我买这么一个 bath，
可以泡在里面，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没有光，我点个蜡烛，泡着热水澡，看着星星和月亮，感受风微微的吹过，听着蛐蛐的声音。 That's exactly what I did last night。 就是这样子我才可以 calm down 好好睡觉的。我觉得现在的生活真好。如果你也有一个伴侣可以轮流退休，我强烈建议你去体验看看。这就说到第二个有趣的帖子，这个帖子的 title 是和一个25+的数字游民小哥聊了1个小时。这个小哥的 FIRE 故事是从风口赚到了第1桶金，所以开始了 nomadic lifestyle。他几年前入了投行，刚好赶上一个风口，攒下了一笔足够支持 Lean FIRE 的资金，于是他开始边 remote work 边旅居，在美国 Coast FIRE 当起了数字游民，目前已经在全美的多个城市待过了，未来还想去更多地方看看。他说自己从工作转向生活后，重心慢慢的变了，对工作的执念也松了很多，心态更自由了。在工作方面，我们聊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是湾区、西雅图这些 tech hub 碰到的朋友聊天的类型都是非常有高度单一性。 Listen this part, I feel so much。 比如跟朋友聊的大部分的内容就是跳槽、升职、加薪、创业、AI、买房子、投资 etc。 我也不例外，我的频道也不例外，可能是因为我还在硅谷吧。而纽约呢，更容易碰到形形色色的人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纽约看一下，我还没去过。帖子的小哥哥说，我发现一方面开始排斥这些无趣单一的话题，但另一方面我也曾经在湾区话题宇宙里打转，这些东西也成了自己身上的标签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想 FIRE 的原因之一。我想要给自己的标签洗洗牌，希望有别人给我介绍的不是他在 XX 大厂工作了多年，收入多少，有几套房，而是一些别的东西。这个帖子已经是我第3遍看了。我1个星期前看的时候，因为超级有共鸣，所以我也跟我的 therapist 心理医生聊了这个话题。我的 therapist 建议我去用 Meetup，which is 美国的一个 app， 应该全世界都有这个 app， 就是去一些不认识的人的 event， 因为有共同兴趣。他还帮我找了一些，比如说狗狗 Meetup 我研究了一下，准备拉着我一个邻居也是爱狗狗的一起去。我觉得就是咱也不能怪湾区的人，毕竟房价高，压力大，赚钱就是很难，而且很有必要。所以我应该要主动打破这个圈子，而不是 suffer 于这个圈子，它就是这样。回到帖子，他说松弛感是一种能力。小哥给我的另一个感受是，他整个人有种自然的松弛感，思路很清晰，像是天生不太容易被卷起来的类型。他说其实很多湾区的华人收入已经是全美的 top 1 to 3%， 他们其实占据了非常好的社会资源，在世界维度来说都算是非常成功的了。但是大家总是觉得很累，还不够，还可以有更多，而他不想要过那种生活。那这里说的不是哪种生活方式更对，但是可以很年轻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可以舍弃什么，达到内心的自洽和逻辑闭环，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。我分享这个 post 也是想要感染到屏幕那边的你，因为我觉得可以达到内心自洽，而不是一直被 sense of scarcity 给带着走，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需要智慧的事情。FIRE 的核心不是退休，而是选择权，这个我的频道也说过很多次了。他说他应该会继续工作，只不过是出于热爱，而不是出于一个 paycheck。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觉得我工作很好，或者不工作应该会无聊，所以不要 FIRE。 我也曾经问过朋友一句话，现在想问你们，如果你已经财务自由了，你会对你现在的工作做出哪怕一点点的改变吗？是换个岗位，换个公司，换个城市，或者是减少工作时间？我相信说现在的工作方方面面都是完全完美的，就是我的 dream job， 这个 percentage 应该少于1%的人。如果你是，那真的恭喜你，很幸运。所以增加选择自由才是 FIRE 真正的意义。最后聊一下 FIRE 最大的苦恼吧， at least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苦恼。年纪轻轻就躺平会不会风险很大？比如说经济下行，投资缩水怎么办？我的这笔钱真的够撑一辈子吗？关于的 4% rule 就是每年拿出你投资的4%的收益拿去生活。也有很多朋友跟我留言说 4% rule 已经过时了，已经对我们现在这个 economic 环境不 make sense 了。这边我想说的是 mitigate 风险。如果 4% rule 对你来说 uncomfortable， 那就试试 3% rule。其实逻辑很清楚，要不然就是增加 padding， 多点资产，多点投资，
要不就是增加点自己爱做的主动收入，比如像我这样，我喜欢拍视频，也有一点点收入，我觉得很开心。除了钱之外，这个小哥哥最后说的点，也是我这一年成长最多的地方。我曾经是一个非常目标导向的人吧，我很清楚我想要达成什么 end goal， 所以我会用最 optimized、最 efficient 的 way to get it。但这一年，我觉得我学会慢下来一些了。我不能说我特别慢，但是我真的慢下来一些了。我以前是当 PM 的嘛 ，Program Manager， 我的工作的绩效就是在我的 delivery 有多快、有多好、有多准、有多么 mitigate 风险。造成我的个性以前就是非常的风风火火，非常的急。现在我也学会从一个目标导向、竞争型的人，变成一个内向探索，去重新定义自己的标签、身份和价值。以上就是一些我的感受分享。Hope you enjoy today's coffee chat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